欢迎大家收看明镜电视评论简报。中美这么危险，需要幕后谈判。南华早报文章：亨利·基辛格于5月27日迎来100岁生日。在一些人眼中，这位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以他对划破冰之旅、中东接触外交任务和与上世纪70年代苏联进行缓和的外交策略成为幕后外交的典范。我认为他一生追求的东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正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Mark Milley） 所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我们都应该再次承诺防止这种反斜杠，类似第2次世界大战的反斜杠可怕灾难，并尝试通过非使用伴随着大国战争的暴力程度的手段来解决分歧。为了防止再次爆发这样的战争，我们需要理智务实的外交，而不是公开的争吵。我们需要将棘手的问题通过更加真诚的幕后讨论来解决，少一些扩音器外交。借用英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白利民先生本月早些时候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的说法，他谈到了英中关系以及他希望看到与香港关系开启新篇章的愿望。幕后交流的必要性在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1年前为庆祝基辛格99岁生日而举办的在线研讨会上得到了证明。王毅也在此次活动上发表了演讲，与会者包括在2005年曾在担任美国副国务卿期间敦促中国成为负责任利益相关者的罗伯特·佐利克。崔天凯表示，他对中美之间的沟通质量感到担忧。他说，有时候这太多是为了政治表演，而不是真正的政策交流。他补充说，中美两国需要坐下来进行真正的讨论，包括面对面的谈判，而不仅仅是在线上。自从他的博士论文《世界的重建：梅特涅与卡斯尔雷和1812-22年的和平问题》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22以来，基辛格就一直致力于探索在拥有具有威慑力的核武器的情况下，如何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维持权力平衡。这个问题困扰着他约70年。他写道，当面临热核灭绝的威胁时，实现和平应该成为最重要的关注点。但是，正如基辛格所说，复仇女神通过太过完全地回应他的祈祷来惩罚人类，这意味着人类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而拥有的最终力量在和平失败时会毁灭性地将其消灭。中国对乌克兰冲突的务实和平计划也可能是最佳选择。事实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苏联的位置被美国看作是有意和有能力挑战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中国所取代。两国积蓄的核武器以及俄罗斯导弹井中随时准备发射的核武器比40年前冷战高峰时更能够摧毁地球，因此第2次冷战的出现令人担忧。话虽如此，也许在本月初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和中国现任最高外交官王毅在维也纳举行会谈时，我们可以对此抱有一些谨慎乐观的态度。双方在2天的讨论中花费了超过8个小时，重要议题如台湾和乌克兰是他们的优先考虑之一。双方都将这些讨论描述为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并强调他们愿意保持这一重要的战略沟通渠道。回顾最近的事件，也许在维也纳会议之前，双方已经有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今年2月，一架中国间谍气球被发现进入美国领空后，中美之间的官方交流变得激烈。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将美中竞争称为存在性斗争。然而，美国国务院官员里克·沃特斯 （Rick Waters） 悄然前往香港、上海和北京，与中国学者和官员进行低调会议。这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是闻所未闻的。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近期围绕台湾展开的微妙互动。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去年8月访问台湾的事情仍然历历在目。当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月在美国与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及一批国会议员举行会面时，人们担心北京会有强烈反弹。然而，中国的反应比预期更为克制。洪都拉斯在蔡英文访问之前将外交承认从台北转向北京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尚未有报道称美国试图阻止洪都拉斯这一举动。也许华盛顿为了换取中国对蔡麦会议的克制而避免这么做。回到上周，习近平主持了与中亚国家的峰会，
而乔拜登总统则在日本广岛出席了1年1度的7国集团峰会，领导人们在峰会上承认坦诚地与中国接触，并直接表达我们的关切的重要性。当然，这又是中美之间的一轮竞争。然而，只要如基辛格在最新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所说的，中国和美国在没有正式宣布任何事情的情况下，会力争克制，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谨慎乐观。苏崇信是数据有限公司的总裁，该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在线出版社和智库，专注于地缘政治。请继续收看明镜电视评论简报。西方公司在中国如何应对？国会山报，中国的领导人承诺坚定不移支持外国投资，但该国当局正在积极调查促进这些投资的咨询公司。外国商界应该如何应对？如何确保诚实的公司避免麻烦？据报道，领导这些调查的职业情报官员正在采用中国经典战术杀鸡儆猴。他们以涉嫌间谍活动和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为由，扣押员工并关闭当地办事处，对贝恩咨询、凯明维杰和明熙咨询等公司进行公开惩处。中国拒绝明确定义相关违法行为，或具体指明所指控的错误行为，这反映出中国长期以来的惯例，即发布模糊、广泛措辞的法规，可能对商业运营产生灾难性影响。在没有官方阐明的情况下，企业必须猜测其影响，以期避免最糟糕的结果。近几周，媒体上出现了各种可能的解释。有人推测这次打击行动是为了控制中国公开可获得的信息，还有人认为通过私人组织的出口网络分享的信息引起了关注，还有人认为中国当局决心阻止信息交流，以阻碍外国制裁在中国的执行，甚至有人认为毛派意识形态解释了目前的骚扰行为。但没有人真正知道这次打击行动的背后是什么。这正是中国领导层的意图，因为监管的不确定性使外国商界感到恐惧，并阻止了不良行为。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现在正在审查其业务运营，并猜测如何调整行为以避免与当局发生冲突。这些企图自我调节的努力受到了最近修订的中国间谍法的扩大范围的影响。该法现在包括与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的文件、数据、材料或物品。这一修订意味着一个一直以来都受到广泛解释的间谍法，现在几乎将任何可想象的商业活动都视为间谍行为。避免官方怀疑的唯一确定的方法是审查贝恩、凯明维杰和明熙咨询的活动，并避免进行类似的可能被视为煽动性的行为。幸运的是，关于这些咨询公司的大量公开信息表明可能存在哪些行为问题。贝恩是一家全球管理咨询公司，已在中国开展了25多年的业务，提供有关企业如何改善销售、运营、组织和长期前景的企业咨询。凯明维杰是一家研究咨询公司，通过访谈、调查、行业研究和商务会议，将投资者与各个行业和地区的专家联系起来。明熙咨询以进行背景和尽职调查而闻名，以帮助外国公司避免诸如欺诈、腐败、违规和财务损失等风险。这3家公司都提供对中国各行业的广泛见解，包括消费品、金融服务、技术和医疗保健等领域。这些调查公司提供的服务范围包括战略规划、产品研究、市场评估、销售预测、专家咨询、竞争评估、尽职调查、制裁合规以及员工或合作伙伴的背景调查等。因此，中国向外国投资者传达的粗糙信息是，他们应该避免上述标准商业活动。暗示的建议是，在投资中国之前，无需评估市场、了解当地商业伙伴或了解法规。在中国进行实地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是，这3家公司每天监测和分析的任何或所有行业是否被有效地限制。吹毛求疵的外国人可能会对这些限制表示反对，并担心中国正在变得不可投资。然而，中国相信领导层的坚定不移支持和不可抗拒的中国市场将确保外国投资持续流入中国。但即使是中国的领导层也可能会领会到中国谚语的智慧，当你瞄准老鼠时，当心花瓶。请继续收看明镜电视评论简报，让世界重新爱上香港。南华早报文章：香港正处于十字路口，这座城市需要完全重新思考自己在全球的角色，
并思考如何重新塑造自己的品牌和形象。多年来，香港作为居住、事业或度假目的地的声誉已经恶化，我们必须为了更好地与国际竞争而做出改变。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美丽的海滩、秀丽的山脉和闪耀的摩天大楼，都在1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许多大城市都在应对结构性问题、高税收和犯罪问题居首，而香港仍然是一个安全、互联互通、充满活力和动感的生活、工作和旅游场所。那么，我们如何改变叙述，展现新的香港呢？我认为答案是专注于成为一个国际生活方式中心，与我们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相辅相成。如果香港成功吸引新的人才，创建家庭办公中心并保持国际竞争力，就需要提供世界所渴望的生活方式。在疫情前的2018年，香港接待了创纪录的6500万游客，其中有5100万来自中国大陆。现在，在后疫情的世界中，我们应该更加雄心勃勃。我们需要保持和增加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数量，但我们还必须找到吸引地区和国际游客的有力理由。我们成功的关键将是更加整体和战略性的思考。以娱乐为例，周杰伦在中环海滨的一系列音乐会在本月售罄，吸引了不仅来自香港和中国大陆，还有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粉丝。当全球艺术家巡回亚洲时，香港需要成为一个必经之地。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与主要商业和文化活动协调合作，吸引合适的游客人群，创造双赢的吸引力。体育也必不可少。香港7人制橄榄球锦标赛是我们向世界宣告这座城市在疫情后重新回归商业的一部分。2024年即将开幕的启德体育场将可容纳5万人。我们现在应该与足球强国合作，吸引世界一流的球队来参加邀请赛。想象一下，如果曼城在香港与国际米兰进行一场冠军联赛的复赛，我们将在该地区引起多大的兴趣。我们正在恢复举办世界级高尔夫和网球锦标赛，作为国际巡回赛的一部分。具体到高尔夫，我们的政府绝对不应该削弱这些生活方式的资产。我们将失去发展本地人才和吸引国际游客的机会。除了娱乐和体育，艺术和文化也是国际生活方式中心的关键要素。M+ 视觉文化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是我们的新财富。我们如何进一步利用它们？我们已经举办了非常成功的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国际电影节和众多贸易展览会。香港现在需要进一步推广，并与国际合作伙伴一起创建定期举办的受欢迎活动。想象一下法国5月、慕尼黑啤酒节和泰国泼水节等活动，以确立香港真正成为亚洲世界城市。在与国际合作伙伴合作的同时，餐饮外交也必须是我们国际生活方式中心议程上的重要内容。由于我们零税的环境，香港已成为葡萄酒中心。政府现在应该富有想象力，考虑将香港打造成威士忌中心，并取消税收，尤其是针对稀有威士忌拍卖。那么从这里往何处去？我看到3个优先事项。首先，政府和企业必须共同设计一个可持续的、长期的计划，以实现国际生活方式中心的目标。其次，我们需要创建并为一个专门负责执行计划的团队提供资源，由新任全球香港品牌大使领导。如国泰航空、李锦记等超级品牌是香港的超级力量。第三，我们必须更好地改变认知，让香港重新回到世界地图上作为一个生活和体验的目的地，同时消除所有持续存在的错误和有损声誉的包袱。香港有重新夺回其作为标志性全球目的地的潜力。我们只需要给人们理由重新爱上我们。谢谢大家收看明镜电视评论简报。